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佳露。在国庆晚会上，江蕙的演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哦？哇，这癌症之后复出，大家都非常期待她唱出来歌声，大家一听觉得实在太厉害了。那没有想到这一阵子其实跟癌症有关的新闻还不少，包含了方文琳，后来也才说，她跟江蕙是很好的姐妹淘嘛。原来呢，她有癌症，说是食道癌，然后还说呢，她因为这样子就知道饮食很重要。那还有，当然最近有一个让大家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王建民哦，他的这个肺腺癌，我印象中是去年的新闻，算其他抗癌的时间大概不到1年10个月左右，那就离开了。所以在最近，不管是在新闻上哦，或者大家在身边听到的，甚至自己有可能，或者是自己身边的家属、亲人有可能。是不是都觉得癌症其实离我们非常非常近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这个题目，然后想想看怎么聊。我觉得从营养来聊很好，因为我们得这些疾病，我觉得跟我们吃些什么有关。那如果真的今天生病了，那吃什么就很重要，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的是营养师黄淑慧老师来我们现场。老师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淑慧老师。先让大家更认识你一点。是你不止营养有关，而且你跟癌症有关，对不对？我大概10几年前就参与了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工作。那我们这个基金会跟一般的基金会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着重在对癌友的饮食治疗提供帮忙。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针对癌症的病患，他在治疗的过程里面，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样让他有足够的体力、营养来对抗这样的一个疾病？特别是你在治疗过程里面，是常常不是只有杀坏细胞，你是连正常细胞都会杀掉。你怎么样能够撑出这个很难熬的这一段阶段？饮食很重要，可是很多癌友是不知道该怎么吃。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吃不下，我知道它很重要，可是我做不到。对对。所以那个时候10几年前，我们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营养师，然后有一些医生们，我们就决定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是，所以我们大概服务癌友已经有10几年的阶段了。所以就是叫癌症关怀基金会。对，就是癌症关怀基金会。所以我们的癌症关怀基金会跟别的基金会比较不同的是，我们着重在饮食指导、饮食治疗这一块。对，我们希望能够医师之外有很多是营养师的专业背景，我们都是专业营养师，而且我们几乎所有的在线上的营养师都是非常资深的。太棒了，我觉得今天请到了真的是专家来。说到营养吃齁，你刚刚有提到说有人得了癌症之后觉得不知道吃什么好。老实说，有些人得了癌症之后就会想说，我以前到底是吃了什么？没有错，尤其是现在真的大家都在外食。是，然后好啦，就算我不在外食好了，有时候食安报得出来的东西，像早几年前是油嘛，每天大家吃炒菜什么都一定要油嘛，你买回家油也有可能出问题，吃大家都很怕。对，所以我们先从还没有发生之前来讲好了。如果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概念的话，要吃得安心，最起码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掌握，要不然大家就觉得那离癌跟饮食这件事情到底有哪些危险因子是跟离癌是比较靠近的。当然啦，一开始我们说不同的癌症的确基因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家族里面比如说像有家族的乳癌啦，家族的大肠癌，这个大概跟遗传上的确是有关系。对，所以你如果家族里面直系亲属里面有这样子的病史的话，那你要特别去注意。这是第一个。撇开这个遗传先天性的因子我们不去看它的话，后天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探讨的绝大部分不外乎你的生活环境，对，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饮食生活，对。那生活环境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肺癌的人那么多，就跟我们的空气，肺腺癌对不对？对，跟我们的空气。你说我都不抽烟，为什么我还会得肺腺癌？那基本上就是本身空气就不够干净，悬浮微粒、空污，还有包括很多妈妈人炒菜油烟，你有没有避开？还有一个本身在环境里面工作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都是密闭空气，你的空调、你的那个空气清净机，你有没有把空气调整的好？其实这个都是外在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会发现，为什么近期的人会罹患癌症的人会那么多，跟我们常常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下是有关的。我自己也在跟朋友讨论慢性发炎这件事情。对，也就是说让你的身体一直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之下，是你的免疫系统是不安定的。这跟压力有关的。当然有，所以很多因素都会导致你是处于慢性发炎。比如说你的长期的压力之下导致你的睡眠品质不好，对，你的生理时钟没有好好的休息，这个也是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对，回到我们这边的是饮食的部分，你常常喜欢吃手摇杯饮料，吃甜食，吃油炸的，吃高温
跟烧烤的这些饮食带进来的都是自由基，就是不安定的化学物质，这些都会攻击你的身体细胞。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食生活绝对不是1-2天的，我们都是长期下来的生活形态。所以这种的慢慢的处在你的生活形态周遭里面的变化，无形中你就会让身体产生一些变异的基因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为什么会是你？老实说，有的时候回过头来，为什么不是我？假设我今天我不是过健康的生活，我不是过均衡的饮食，那当然我都会有机会去把自己暴露在危险的因子里面，当然我就有机会得到癌症啊。所以像你们是癌症关怀，一定是看过很多各式各样的癌症病，真的摊开来他们过去的生活习惯，发现确实他们以前就是这样就真的是这样。几乎很多癌友在我们在咨询过程里面都是这样子啊。我以前就是不知道啊，我以前就是3餐老师在外，或者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啊，要不然就是大小顿啊，要不然就是有时间吃再吃，没时间就耍。就是这样子啊。你是把你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机器一直在操，对你操弄的过头了，你身体受不了，当然就会抗议啊，就会冒出疾病的讯号给你啊。那回过头来啦，其实面对癌友的时候，其实我们才会讲说，我们才会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去想你以前怎么样了，因为你就是已经你就是已经生病了，你再去探讨我过去怎么样，其实不用再去想那些，回过头来是我现在开始。我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对我有益处的饮食生活，它是真的可以让我导正，让我的身体走向正向的康复的，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对癌友做一些卫教的饮食指导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有几个原则，是包括第一个原则就是你的情绪一定要好。吃饭的时候要开心，不是只有吃饭开心，时时刻刻都要24小时都要开心。因为讲饮食原则嘛，我觉得吃饭就要天天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政论节目，这倒是真的。吃的时候情绪都上来了，没错。就是我们比较强调，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喜乐的心，你的心灵是要平和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没错，真的忧伤的灵会了是对，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的情绪是稳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要避风险。对，什么叫避风险？就像你刚才跟我们在讨论说，每隔几年我们就报一个食安，对不对？对。前一阵子来个油，然后这一阵来个什么苏丹红油，就是辣椒粉啊，对，每隔几年就来报一个。那常常我们就是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就是中标了，就是知道这些有毒的物质。所以第二招我们是建议大家，你就是要分散风险。什么叫分散风险？你就是要常常变换你的食物的种类，你要以天然的食物为主，就是尽量让自己避开这些加工的东西，选食物不选食品，这是我们建议的第二招。选食物不选食品，什么跟食物？什么叫食品？食物就是完全没有加工的东西，我看得到它是什么东西做的。什么是食品？我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做的。比如说鱼丸，你知道它是什么做的？鱼做的，哪一种鱼？鱼丸是鱼做的，贡丸是猪肉做的，猪肉叫它，那只有猪肉吗？对，为什么那个贡丸丢到地板上，弹还会弹呢？爆浆贡丸，对，就是一定它有添加东西，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会建议你就避免那些不必要的食品添加物进来。所以第二招就是你要选食物不选食品。那第三就是回归到你的日常生活饮食，你怎么去分配。那大概我们会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大概就是类似像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彩虹饮食。彩虹，对，就是让你每天的食物的种类要多，种类越多代表你吃进来的营养素就是各不相同。就是我身体要的都可以摄取得到。是，其实我们人就是有一个惰性，我们常常会陷于相同的模式。是不是因为我就喜欢吃这些啊？对，每个人口味可能就是偏好不一样。对，我常常像在跟癌友分享的时候，我常常说，你有没有发觉你去买菜，再怎么买，永远就是高丽菜、地瓜叶、白萝卜、胡萝卜，再怎么拉就是那几样我只会煮这几样啊。对，然后再怎么买那个鱼，还是就是那几样鱼你就不会跳脱。所以大概我们就会比较建议说，你要跳脱，你要有一个突破，你要尝试新鲜的东西，尝试你从来没有吃过的蔬菜水果或者是任何食物，只要你没有试过的你就去试，因为不同的食物都有相对的它应该有的营养素。那叫彩虹是怎么样？要黄橙黄绿蓝靛紫这样子。对，的确是因为我们的饮食我常常说，你们买菜一定是绿色一定跑不掉，对，白色黑色一定跑不掉，可是红色黄色绿黑色为什么？黑芝麻
黑木耳啊，黑香菇啊，黑香菇，红旗菇啊，所以黑色里面会有，白色里面一定会有白萝卜嘛，白洋葱嘛，像白饭。绿色也一定会有嘛，白饭应该不算，对不对？白饭不算，对对。所以我们想到大概你就是这几个颜色会 OK，可是你们一定会很少碰到很刻意的，除了我刻意啦，我去找黄色的，我去找紫色的，我去找橙色的。黄色香蕉算吗？算啊，可是香蕉剥出来就变白色。对啊，没错啊 ，OK 啊，南瓜啊，南瓜、玉米啊，甜椒啊，玉米笋啊，这黄色、紫色。茄子啊，茄子对不对？或者是甜菜根，叫紫甘蓝，有这种菜，对，紫甘蓝，对，就是类似这样。但问题是你吃的频率多不多？很少。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为什么会强调说你要彩虹饮食？你多蔬果，种类越多，对你来讲就是越好，是越安全。然后，因为你种类越多，就有分散风险的概念。我就不会一直吃相同的食物，我就不会一直暴露在危险里面。了解。我们刚刚讲彩虹饮食嘛，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样子。那还有其他原则吗？对，就是一个颜色多嘛，对，种类多嘛。好，那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量要吃到够。量要吃到够。对，我曾经遇到癌症病，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吃蔬菜？有啊。然后老婆就在旁边吐槽，有什么叫有？吃一口也叫有。他认为我有吃就叫做有，可是在我们营养师的角度不是，你的所有的身体最需要的营养素都有一定的既定的量，你要吃到那个量，你才能够启动你的身体的防御机转。这我就必须要讲我自己看到的经验，就是因为我父亲呢，他得癌症已经是好久以前，在10几年前的事情。那我母亲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护理人员的背景，所以他那时候照顾我爸爸就是有这个观念，他就要他吃足够的量，然后他就常常逼我爸吃东西。没错，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妈呀，这怎么吃得下去？就是其实不少如果认真要吃起来，的确是他常常把它就是因为他是口颈癌嘛，对，所以要打成泥状了，对不对？我就想说，爸，你也是辛苦了真的，我说实话，他们是真的很辛苦。因为我照顾头颈癌病人也是10几年，我一开始接触就是癌症基金会，我进去我就是接触头颈癌患者，对，他们的饮食真的跟一般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进食方式、吞咽方式，还有他们的需求量都远大于一般的癌友。他们的需求量是很高的，所以你怎么样在他们那个治疗甚至愈后的过程里面把那个体重拉起来，很不容易耶。对，我妈妈非常非常认真的，就是会量体重。对，所以我才说我们的第3个，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一定要吃到够量。这个够量就是你必须要针对你个人的需求，你要知道我什么东西要必须吃到多少。对，我们比较在临床上面碰到的患者，就是会常跟我们讲说我没有食欲。对。非常长，而且这不只是癌症患者，像我父亲，当然他就是抗癌过程已经走过了，对，他现在进入到就是老化之后，对，他就常常说就是不想吃，吃不下，然后一杯鲜奶或什么东西放在眼前，他可以吃很久，然后我妈就很生气，这样对，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想办法，因为他就是告诉你他吃不下，你不能勉强他吃，对，所以我们只能想尽办法，像他能不能够在小的体积里面尽量把营养的密度、热量啊、蛋白质、营养素的浓度拉高。对，我就说 OK 没关系，你真的吃不下，小半杯你帮我喝完，而这个小半杯换算下来，搞不好你可能是1碗饭的热量，或者是1碗蛋的热量，对，就类似这样，就是让它能够在小体积把相对的药的浓度都拉高。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给患者有这样的概念，你可能要在食物的选择上面，食物的烹调配搭上面，你要选择一些营养比较高的食物，是要做配搭。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是看这个 YT 的话会看到了，听 Podcast 可能你也可以转去 YT 稍微看一下，我们刚好今天就有准备了，像这样子这种就是大家常看到低基金对不对？它这种就算是你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是我很常用，我常会跟癌友里面讲说，如果你真的食欲不好，我又怎么样能够在相对的既然的范围之内达到我要的那么高的热量或是高蛋白，因为但我又吃不了这么多。对，你知道一般正常的癌友的话，一般正常人，我们建议的一般的一餐的蛋白质的量，豆蛋鱼啊，豆蛋鱼肉类，大概一餐大概是1个手掌心大就够了。可是我换到一个癌友来讲，他可能要吃到1个手掌，不是手掌心哦，
就是它需要更多哟。为什么它需要更多？因为它需要量更高，因为它本身伤口的修复、它的热量的补充，还有它必须调整它的免疫蛋白，就免疫球蛋白来抵抗这个疾病。它需要的营养素会远比正常的人要高很多，所以它已经吃不下，它要吃的比一般正常人还要更多。一般正常人是1公斤体重1到 1.2 克蛋白质，可是癌友的话是1公斤体重 1.2 到 1.5。你知道，所以它那个量其实是真的很大。所以往往我们在做癌友的饮食治疗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老师我已经很努力吃了，钙钾不高，就感觉我很努力吃那个，就感觉那个量我还是吃不到，吐出来了，对，我就感觉我好难过，沉。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他讲说，那你就要善用一些营养补充的。对，好，就是比如说我需要蛋白质要高，那你就去选营养的补充，比如说像低基金。你刚刚讲说，像它这样的量大概是等于是多少的什么？我可以换算，我要这样子这么少少的一点可以等于什么？对，它这样一包，它市售的一包大概60cc 左右，对60cc 里面它大概含有5公克的蛋白质。我们真正吃到1两肉，1两肉是多少？3根手指头，3根手指头是。所以1两肉里面大概7公克的蛋白质。所以如果我把它做45的话，你可以加1杯的话，就将近快要给你1两肉的。3根手指头是它的宽度吗？就是一条培根哦？没有培根薄啊，培根薄了，像这样的厚度要像这样的厚度。OK， 所以相当于我们就说吃1汤匙的鱼肉，或是吃1汤匙的鸡肉，等同就是换算这样子。所以很多，如果你一餐要吃到3汤匙，一个手掌心大，对于一个癌友来讲，他又要吃饭，还要吃菜，我要吃蛋白质，我要均衡，什么都要摄取，对，他会感觉我根本吃不到。对，这时候我就会建议说，你用浓缩的方式，比如说1颗蛋是1份，对，那我打1包低基金进去做蒸蛋，那就变2份。我这样子喝一口喝掉的量可能就是1颗蛋了。对。可是我把这个加到我的鸡蛋里面去，我是不是一样还是那一碗蒸蛋？对。可是我现在变成2份，这就叫浓缩作用。所以它也可以在料理里头再添加。比如说我们蒸娃娃菜。比如说娃娃菜，通常我们就烫青菜，也不是娃娃菜啦，烫任何的青菜，比如说我烫高丽菜或者烫地瓜叶起来，我们就烫好了，我们就是酱油膏淋上去，然后盐巴，对不对？可是我如果烫好了，我再把1包低基金进去，本来地瓜叶就是地瓜叶，它是没有蛋白质的。吃完之后还要把盘子拿起来，汤喝一喝，对，或者是像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妈妈会蒸冬瓜，你知道吗？冬瓜会姜丝蒸一蒸，好，然后上面淋一点酱。那蒸的时候它会有水汁进去，我就先把低基金进去，我就一起蒸。那冬瓜就会吸附这个汤汁，你就会把这个蛋白质吃进去。你实际上有做过吗？吃起来有比较好吃吗？很好吃真的而且还好吃。吃起来还有，其实我常用，因为我常对头颈癌的患者来讲，因为就像我跟你分享，像你爸爸可能原本就是要流质饮食，对不对？所以我常会跟他们说，你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打成糊的一状，那个看到你就倒胃口，根本没有想吃，你知道吗？我常会跟他们讲说，家属们不要这么弄得这样一锅好像就看起来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常会跟他讲，你就是采用比较柔软的一些蔬菜，比如说南瓜、番茄、木耳，这也是菇类，也都是很柔软的。好，你可以把它切得很细，然后你去熬粥，然后熬粥里面，比如说我有帮他们设计一些饮食，比如说你可以试一些鱼片粥，你也可以鸡肉粥，好，那你也可以是像布拉提海藻粥，你可以有意式风味的。我做过意式风味那个罗宋汤型的，然后罗宋汤我一样给牛肉但是我的牛肉是绞的牛肉，我把它炖熬了之后，但是我一样熬这个粥的时候，我最后我再加1份进去的话，蛋白质又多1份。好聪明耶！对，也就是说我1碗粥里面我原本可能打1个蛋，或者1块鱼2份，我最后再加1包鸡精就变3份。那我是不是就容易达到了？就容易达到我原本给你们的建议的量。所以对患者来讲，我一样是既有的体积，我没有多吃啊。对，因为他要告诉我钾肥类，那我就是既有体积里面，我让它变成浓缩的做法，这样对他们的营养吸收是很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低基金主要的成分是氨基酸，是跟我们在吃肉其实不太一样。可它也不就是鸡肉来的吗？对，它是鸡肉来，但是因为它在它的制作的过程里面，它是用一个密封高压状态把
里面的肌肉的蛋白质水解成为氨基酸，是，也就是说原本我口腔吃肌肉，我应该是在我的胃里面水解磨分解送到小肠里面，小肠里面有一些消化酵素再去帮你切，是把大分子的蛋白质切成小分子的氨基酸，是。可是今天我拉到食品工厂里面去，我拉到那个大的高压锅里面，那个高压锅替我做了这件事情，他就把蛋白质先把它水解成为氨基酸，所以假设我今天喝这杯氨基酸进来的，我就不用经过我的胃，经过我的肠，我是直接吸收，所以对癌友来讲，它是不是营养需求比正常的人要来得高？对，它的需要量是高的，吸收率也是快的，所以你只要给它最小的分子，它其实是马上吸收的，是会远比我们这些吃原来的那个大分子的蛋白质吸收率要高。我讲到这低筋精啊，我记得勾扎喜尊，对，阿嬷他们会自己去买鸡回来，用自己家的锅来煮，没错。那可能有人就说啊，老师你刚才不是在讲要食物不要食品嘛？对，所以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买整只鸡，我看到那个食物，然后回来自己弄这样？低基金它的做法纯粹也是这样，它也是被几家给一高压锅来的，当然不是一只鸡，它可能是好多只鸡在它的高压锅里面滴，其实都是一样做法，就跟我们家妈妈以前早时代他们自己用电锅啊，或是用炉子下去慢慢滴的做法其实一样，但是跟你讲的那个食品的概念又不大一样，你讲的那个是加工食品，对，这个过程它纯粹就是水蒸气高压去把它滴出来而已，它中间完全是无任何的添加物。好，所以做法是一样，可是在家里妈妈的做法是滴的过程里面油也滴出来。记不记得如果像我们家妈妈滴，她用碗那个汤汁滴的鸡汤的时候，你会发觉上面会浮一层油。那妈妈会做一件事情，那个挖工我先拿到冰箱去，冰了，对，它上面油我再把它刮掉，对不对？可是在食品工厂里面，它会帮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完，你不用在家里这么累的。对，它就直接帮你把胆固醇把油脂给沥掉，也就是说我就是要它的蛋白质部分，脂肪的部分我就不需要了。因为对我来讲，饱和脂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是它的蛋白质部分。还有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肉类的部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肉类，其实瘦肉类的部分维生素 B 群的含量都会很高，所以有一些，当然有一些 B 群它是怕热，有一些 B 群是不怕热，也就是在这个蒸煮的过程里面 B 群也同样会流出来，所以你如果有经验的话，你喝了低精之后，你当下会感觉很有精神。有这个我自己也有经验，对不对？因为我们家就是有喝低基精的习惯。其实我们家喝低基精习惯，我想想看，最早应该是我怀孕的时候，是。不过那很久以前，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品牌可以选。现在我觉得真的很好，现在很多品牌可以选择。对，然后开始有这习惯之后，没有孕期结束就结束了嘛，对不对？但就是因为我父母亲后来都罹癌，是他们就会叫我帮他们去买，然后我就想说，都帮你们买了，我自己也留一点吧。后来我发现，如果说我真的工作特别多的时候，可能要很早起来，或者我说去跑步，是要跑马拉松，对，喝这个有喝没喝有差当然，就是说我说来说，它其实才一包也没多少但是因为它就是同时给你 B 群跟氨基酸，对，所以基本上氨基酸就补充你身体所需要蛋白质那一块。B 群它就供应了你身体能量的代谢所需要的化学反应，也就是说它提供你足够的能量的释放，还有帮助你神经的传导，所以你会感觉当下你是精神是有恢复的，感觉就不会那么疲惫。对，所以其实对癌友来讲，这个变成是一个营养的补充品。是，有人问我说：“那我自己滴不行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你愿意耗那个如果你几个小时，如果你时间很多的话，对，你愿意耗时间去慢慢滴，然后你还我不知道滴要滴多久10个小时啊！我天啊，这么久啊！对啊，大红电锅大概10多小时啊。对，我们还得不停的去加水，要慢慢把它滴出来，然后滴完了之后，记得你还得沥油啊，把油给沥掉。还有一个，你买什么鸡肉其实也有影响风味。如果我在自己家里买的话，今天我已经买到老母鸡，那个可能就不是很好喝哈，所以就变成那营养有没有差？像现在市售低基精，我就知道有黑鱼土鸡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其他，有些可能是有加一些别的东西，或有些它就没有特别强调它是什么样鸡。对，所以其实我会跟大家分享，你在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对，你的来源一定要很明确。其实我们不管是任何东西，我们现在都一直给大家一个卫教的概念，就是你必须要有产销履历的那个概念。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从产地，然后从制造
从中间的运送到我家的餐桌，整个过程是安全的，就是有身份证的滴鸡精。对，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选择这类的产品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有身份证的滴鸡精产销履历。对，其实产销履历不是只有选择这个东西，你去买蔬菜。对，买任何东西我都会建议大家，你就是要去看，你选择有产销履历的，它就是一个 QR code， 是不是？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扫过，我有一次就是去诊好玩，去试试看，对不对？对，到底扫出来什么东西？对，基本上他就告诉你是产地是从哪里，他甚至连那个负责的那个负责人的名字都秀给你看，还有一个批号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基本上就是政府帮你把关了嘛，从产地饲养机场。到运作到宰杀到成品到运送到我身上，整个流程他都帮你做把关了，所以基本上对我们来讲就是提高一个安全的保障，我就免除了那些所谓的食安风暴带给我们的危险嘛，是，所以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我要知道它的鸡汁的来源是什么样的来源，那就像我刚才跟你讲说，因为我自己其实我之前也滴过滴鸡精，因为我们家儿子以前考试的时候，我就真的我真的去买，是考大学联考的时候，哇，对，妈妈很有爱心，对呀，我真的去菜市场就是被价给啊，咚，然后就滴啊，对，你里面会再加一点什么去调味？没有，单纯的鸡单纯的鸡，土鸡跟肉鸡还有老母鸡，你自己实验过，对，完全味道就是不同。真的不一样，你会发觉土鸡的风味是真的比较鲜甜，那个风味就是真的比较好喝。那如果是老母鸡，你就会发觉我觉得很味，就是有一个腥味，有腥味，对，有肉腥味，对，所以我发觉你选择什么样的鸡汁的来源，其实也会关系到这个成品好不好吃，所以基本上我们在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我大概会注意几个啦。第一个，你就要选那个有身份证的滴鸡精，就是还有是产销履历能够被认证的。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选，那代表的就是安心嘛，对，真的，对，就是安心嘛。另外一个就是我要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鸡汁。因为我要知道它好不好喝，因为土鸡本身的蛋白质含量是偏高的，那如果是肉鸡或是蛋鸡或是老母鸡，因为像蛋鸡它是负责下蛋的，所以基本上它的鸡肉的蛋白质含量就没有那么高。那老母鸡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我才刚才会跟你讲说，我常常吃老母鸡的鸡汤，我都会感觉有一点 heavy， 就是讲老年人会有老年人的味道。对，鸡也是，对，所以你就会发觉，真的比较好喝，真的是土鸡的会比较好喝。所以当然我买这个东西，既然我要喝，我不但只是要有营养，我也希望它是吃的有好喝，有风味。如果回到我们刚才讲癌症患者的话呀，他们就是味觉会比较没那么灵敏，对不对？对。所以如果你让它有一点味道比较好吃，它也会食欲比较好一些嘛。就像这个又岔开了，就像我常常会跟癌友说，你们一定要吃大量的蔬菜，因为不同的蔬菜给你不同的植化素，帮你去对抗癌症，包括抑制肿瘤细胞，包括诱导癌症细胞走向正常的细胞的分化，包括抑制肿瘤新生血管才不会转移。所以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你一定要吃到够量。这问题很多癌友他都会认为蔬菜就没必耶，粗的没有味道，根本食不下咽。我常常就会跟他说，用这个用这个你来做，有点像淋酱汁的那个感觉，你就会发觉它就会变得很好吃。对，所以这个是可以被使用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就不要把它当作说我就一定是要这样子喝。其实在食物的烹调上面你可以有千变万化，它不会因为热啊什么之类的，但我它本来就是高压下来产生的东西了，所以它是这些氨基酸是不怕热的，对，就不会因为热去破坏它的营养，不会，对，而且基本上它就是它的密封包装的安全都是很 OK。现在很多密封包装其实就是常温你就可以喝，常温就可以，对。但我自己喜欢热一点点，我觉得热一点更好喝。对，然后它热，我自己我就其实我常常这么做，讲就是我的生活上，我就是有时候一个杯子拿来，然后加热水嘛，然后把它泡下去，对，然后过5分钟就打开就可以，是超方便，真的啊，这是很就是日常生活，这是很就是很方便随手可得的这种补充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年人他们的早餐往往蛋白质都摄取不够。OK。好，比如说我会问说，阿嬷你有没有喝牛奶？不行，我喝牛奶会拉肚子。好多人都这样。你有没有喝豆浆？不行，我喝豆浆会胀气。所以他怎么办？他就是燕麦片，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燕麦营养，对，所以燕麦片就用热开水冲，这是他常做的。然后因为他不够饱，所以他会吃一个地瓜。那我就问他说，阿嬷，那你蛋白质？我有吃一个蛋。有一个吃一个蛋。对，他认为 OK 了。可是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事实上我们真的需要的
一个早餐正常人是一个手掌大是2份，你单那一颗蛋其实还不够所以那你另外那一份怎么办？我就说那阿嬷你帮我加热一杯低基金来喝，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达到2份？你就比较容易把你应该要的蛋白质给拉到。我们不是说它可以取代你的正餐，但是它是可以拉高你的营养摄取的一种方式。我有听到有一种说法，就是很多癌症患者啊，其实是被饿死的，有这种说法耶。有些人是。我很多癌友来接受我们的饮食治疗的时候，都常一个概念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饿死癌细胞？还有他会认为说，我如果吃的越营养，那是不是癌细胞就是一样截取营养？他就吃的比我正常细胞好，他就长大了。那我用办法就是，我是不是去饿它？我就不要吃营养的东西，我去饿它，那癌细胞是不是可以被饿死？那我跟大家分享，这是绝对不对的观念。癌细胞还没饿死，你自己饿死了。对，因为我们身体正常的细胞远大于你的肿瘤细胞，是正常的细胞数远大于它，你应该是想办法养我正常的细胞养大，我才能够去消灭癌细胞。是所以你应该要做的是，你必须要做均衡的饮食，是高的热量、高的蛋白质，把你的正常的细胞养起来。是那反过来讲，癌细胞喜欢什么？癌细胞喜欢，我知道这些糖是不是？这是因为它应该怎么讲啦？不是说癌细胞喜欢吃糖，而是说因为单糖，我现在讲的是单糖，有甜味的糖。因为糖在我们身体要产生能量，它要先进行所谓的糖解作用。那糖解作用完了之后呢，它进入另外一个叫做柠檬酸循环的代谢途径。如果你的饮食都是这种甜味的糖，那癌细胞会抓得很快因为它从葡萄糖变为所谓的糖解作用，变为丙酮酸，这个过程它的速度会比正常细胞要快，所以它会动作很快就去抓，那它就得到了足够的热量，那它就会长得很快。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今天吃进来不是糖，我今天吃进来是淀粉，是多糖，就是我们讲的米饭，好，那它就没办法，癌细胞因为你是大分子啊，癌细胞抓不到你，癌细胞就只好慢慢的等你这个大分子的淀粉被水解成为释放出小分子，这时候我的正常细胞一样也可以利用它，就不会是让癌细胞先抢了捷足先登了。所以像滴滴这种你刚刚讲的氨基酸嘛，当然蛋白质这种都是属于癌细胞比较没有办法不会去利用它的，它不会去利用它。对，它糖它是会直接利用，它直接抓它就直接拿热量，那它当然就长得快。所以我为什么大家讲说癌细胞喜欢吃糖，最主要是它利用它来产生能量的速度会比正常的细胞来得快，所以我就不要给你机会。所以一开始我们会讲说，如果你真的要预防癌症，其实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讲说精制糖你一定要减少，过一下戒糖生活吧。我讲的糖是米字部的糖，就是那个放在嘴巴会甜的糖，尽量减少什么都要吃糖，吃甜啊，糕饼类啦，饮料也不用一定要加糖嘛，对。但是你正常的烹调，你说我红烧要加糖，我常常说那个是根本没有关系，你也加不了多少糖。对，反而是一杯的时候杯饮料那个影响才是真的。红烧也在吃1块肉2块肉里面。对啊，而且是一锅全家人吃，你能够吃到多少？真的是没有不会影响到。所以有一些人是过于不及啊，就是哇吓得都不敢碰。那其实我感觉也不需要。那像我们家小孩每次要喝手摇饮吃甜的那些，我就说不要吃什么什么，他就说我又没有很常吃，这样都是怎样叫常？对，什么叫常？你的频率是多久？对，他们常常很多病人也会跟我说，偶尔吃一次，我常常笑，你的偶尔是多少？如果我的定义，麦当劳是1年1次，你认为呢？小朋友，我不要说小朋友了，我这个大朋友也没有办法。对呀，所以就是变成我们的频率是到底定义在哪里？所以我们才会说尽量减糖啦。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一个明确的告诉你，但是就是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就是尽量减少接触这种精致的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高温的啦，烧烤的啦，好这一类的油炸的，这些就尽量避开。其实就是好吃的都不要吃。其实也不会啊，其实也不会。你知道均衡，对了，鸡精很好喝啦。对，其实你也可以弄得很好喝。对。所以我常常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做所谓的营养的补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你要选择安心，对。第二个你营养价值要够，正好符合我要的嘛。对。那第三个就是你一定要好吃嘛，是。你是有好的风味，那我可以感觉我是享受人生的，我不是好像在服药一样。对，真的。真的饮食不要把它当做好像就是做功课。你让我想到，我现在喝当然这个是很好喝，毕竟以前早期喝那种玻璃罐的那个，那个就是有其实那个有之前他们的那种制造过程里面，他们有焦糖化。
所以那个味道，对，他们又会那个比较其实现在这个过来的，我们现在最近的这些滴鸡精，基本上他们都没有再做任何的添加。有一些当然市面上有一些它会额外有一些添加，比如说它会添加枸杞对添加什么西洋参补气可是因为最主要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尽相同，不见得每个人都适用。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如果你没有把握我现在是什么体质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是虚的，我现在是燥热的，我没有把握，那我会建议就不要买添加的。OK， 就单纯就是氨基酸就好。我知道它就是氨基酸，我知道它就是 B 群，是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来补足我的不够，这样子就够了。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含金量超高的，大家听了应该是很有收获。谢谢。你当然最好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就重新盘整，怎么样能够吃得健康。是，如果真的已经得了癌症了，或身边有人有得癌症的，正在化疗的，正在让自己就是重新养身体的，对，怎么样做？其实我觉得今天这集真的好重要。对，如果我想有需要更多资讯的话，其实就可以上老师你刚刚在讲的是癌症关怀基金会。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影片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癌类别，可以饮食上面给一些饮食方针。是。如果有需要的，甚至你们就是直接打电话来报名我们的饮食专班。是。我们有线上的班，然后有1对1的班，我们有团体班都有。OK， 就是依照每个人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帮忙为各位服务。最简单就是官网上面去找，官网去找就有了。对，甚至我们有很多食谱也会供应大家。对，这种滴鸡精食谱这样有身份证的滴鸡精。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不单只是癌友，不单只是癌友，我要想要讲一下，就是不同的生命期需求量都是不一样的。没错。就像你刚才讲说你在怀孕的过程里面，我们家媳妇怀孕的时候，我也是，我到末期的时候我就会跟她讲，因为到末期胎儿成长是最快的。对，这时候你的蛋白质要给的到位，刀口上就给她，真的不要给妈妈，不用给妈妈，真的不用给妈妈，你不用给我吃面包吃。对，你要的是给胎儿长肌肉，所以这个时候滴鸡精就是给。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喂母奶的那一个阶段，因为母奶就是直接乳汁就是给婴儿，所以也一样。你一样就是直接给氨基酸，就是给胎儿。这个是所以不同生命期需求不同。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肌少症的患者，对，银发族，对，肌少症，因为年纪越大流失，我们要讲那个是无法避免的。你年纪到了，你的新陈代谢速率就是这样，你的肌肉的流失量就是比别人快，那怎么办？你就要补得更多。所以你想要让预防你自己，你看很多老年人走路就是会这样子，是会摇晃，会感觉没有力气。那我们就是日常生活饮食，那也一样他会告诉你我牙口不好。你现在会咬鸡腿，我要咬到你在吃牛肉牛排，根本吞都吞不下，不太可能。这时候怎么办？善用这些营养补充品。对，我觉得我今天跟老师聊，我自己就突然有很多灵感可以处理我们家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老人，我们家好几位老人家，不同老人家不同状况，对，不同的生理期、生命期，就是我们讲说不同的生命期，你的需求不同。我把我们家老人家都全部都卖了。我婆婆她最近因为换了新的假牙就不好咬。说到这个，你讲到新的假牙，最近在想说它什么东西可以吃。我今天做完这一集，我就想说这个滴鸡精，然后给它煮粥。是我跟大家分享，讲到新的假牙，我才讲我们家女儿小时候矫正牙齿，矫正牙齿。每隔他不是1个月就要拉一次线吗？超痛。每次拉完线隔天他就没办法吃东西我就会煮粥煮粥的时候怎么办？煮粥就感觉我怕他蛋白质不够加这个也可以。对，就是这样。突然冒出好多灵感，本来只是想说癌症之后的这个饮食照顾，发现其实就是很方便，对，很多方面都用得上。像学生也是一样，像我女儿那时候国考，她要考那个医师执照，对，国考，然后她就是就窝在家，她不出去吃饭。我说你不行，你在家里都不吃饭怎么办？我说你别担心我就买滴鸡精给她，然后买1盒蛋，她自己买1盒蛋，她就想到的时候就是下面条，下面条是打1颗蛋，但是她的汤面的那个汤汁，就用滴鸡精去弄，他就2包滴鸡精下去，就是1锅鸡汤，厉害。对，他就打个蛋，下个面，他就 OK 了。他感觉这样子我就可以摄取得到，很方便，对，太好了。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大家听了一定是很有帮助的。再次谢谢老师，不客气，谢谢。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我们节目每个礼拜2、5更新上架，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得到。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聊新闻，欢迎订阅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5星评价。我们现在也有粉专有 IG， 所以有任何想法呢，也都欢迎回馈给我们。同时也欢迎如果有广告商务合作，都可以跟我们联络，联络方式在节目资讯栏里。感谢大家时间，我们就礼拜5空中再会。再次谢谢老师，拜拜，谢谢，拜拜。